近有密营吧？你开啥玩笑啊你？这时候，哎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都累成这样，你就别逗我了。你是不是投靠了日本人？你听我说，回答我！没有，没有。可是，自从你到了第一路军，咱们几个密营点连续被日本人破坏，是不是你向日本人告的密？不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。你听我解释，你先把枪放下。解释？你还解释什么？你听我解释。司令猜对了，我早就想一枪崩了你。要不是司令说要稳定军心，今天才想了这个办法，引你到这里来，让你上当。你就不怕我一枪把你打死在这儿吗？自从参加了抗联，我就什么都没有怕过。金子，你别逼我。我知道我手上已经沾了很多同志的血了，可我不想再死人了，你知道不？都到这份儿上，咱们的人都快死光了，希望在哪儿？你能告诉我，希望在哪儿？你们要去送死，我不拦着，可是我不想死，我得活着。金子，你还年轻，别傻了，跟哥一起走，留条活命吧。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可能！你这个畜生！你还知道我们死了那么多人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渣在，我们才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啊！像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活着，你是个叛徒！我不是叛徒，你该去死！我就是不想死，我想要活着。
長官、彼らは投資ではなく餓死した模様です。これは妖精油の部隊だ。妖精油はどこだ？杨靖宇呢？没有发现他。妖精はいません。見ろ、鷹だ。なぜ鷹が飛んでるんだ？あそこは何という場所だ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青石岭。セイセヒザンです。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の鷹があそこで飛んでいる。どういう意味だ？那么多鹰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教えてやる。ただ一つの可能性だ。あそこには人がいる。あそこに案内しろ。带路。你饿了吧？我也饿了。你还是到别处去吧。我且死不了呢，你治不了我。我是抗联的。
白一件事：当初把你和谢哥送到马占山的队伍当中，江桥之战你表现得那么好，难道那个人早就没了吗？你说的对，那个张少阳早死了。司令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可是抗战打了这么多年，咱队伍越打越少啊。如今汪主席都和日本人合作了，你还苦苦拿命撑着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不。谁认字啊？谁认字？我念念呗。啥玩意儿？赶紧念念呗。咱瞅一下子，赶紧的。那啥呀？你认字不？别走。这还不行呢？漫山遍野的。哎，看看这是啥呀？说是杨司令牺牲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给我念念吧，我咋就看不懂呢？投降吧，中国抵抗者！中共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。总指挥，杨司令已经……啥？这杨司令牺牲了？牺牲了？咋可能啊？不可能啊！这是真的吗？有事儿。这……哎呀！我们的头颅可以抛下，我们的鲜血可以喷洒，但抗战到底的斗志是不会动摇的。杨总司令的遗志
永远不能忘记。日寇侵占我东北10年了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饱尝了做亡国奴的屈辱。10年来，我们与超过自己几10倍兵力的敌人频繁作战，艰苦斗争。在我们整个的东北抗日战场上，我们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万余次，攻下城镇100余座，游击活动遍及50多个县境，破坏敌军的铁道几百处。这10年，我们的血不会白流，杨总司令的血不会白流。我们无数次击退了日伪军的围剿，沉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同志们，让我们共同高举凯旋的血红旗帜，去迎接抗战的胜利！革命万岁！抗战胜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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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出发！留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一部，在赵尚志的领导下，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，战斗在林海雪原之中，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下。他们不畏艰险，坚持斗争，向着敌人的炮火挺进、开拔。他们扛起了鲜红的抗战大旗，将热血洒遍了东北的每一个荒郊。新伤和旧痕是他们的光耀，是使人敬仰的战士名号。偷生苟安，他们不要；保护民族是他们的目标。东北抗联的抗日斗志从没有丝毫的动摇。战斗，战斗，10年血战，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招。1940年3月30日，汪伪政府在南京挂牌开张了，一群跳梁小丑，一张张汉奸的嘴脸，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、注定短命的伪政府。和平反共建国。汪精卫的这一行为，激起了全国抗日民众的愤怒。汪精卫背叛了祖国，背叛了人民，不得人心。八路军新四军朱德、彭德怀、项英、叶挺、林彪等10几名将领发起了讨汪救国通电。我们新华日报要把这一消息发出去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。说得对，应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。对，全国人民都知道。没错。周副主席，这里有条消息令人感动。香港的南华日报、天夜、自由这3家报纸都是汪精卫集团的报纸。这里的员工听说汪精卫背叛祖国，投靠日本，他们已经集体辞职，他们宁愿流浪、颠沛流离。对，说得对，一定要站在正义的一面。是的，坚持正义，坚持正义。一个国家在受到外辱的时候，一般呢会出现2个东西，一个是大众，一个是大奸。汪精卫就是大奸。可是，为什么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这些报人要辞职呢？这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众，但是也属难能可贵呀。他们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。现在呢，他们遇到了困难，我们啊，
理所应当的要帮助他们。今天，我毛泽东带头捐款。毛主席，我也捐。毛主席，我也捐，我也捐，我也捐。宋先生，这是《新华日报》转来的3300元钱，是毛泽东、林伯渠、董必武、邓颖超，还有延安机关干部的集体捐款，请转给3家报社的员工们。毛泽东说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点心意。是工会吗？是。你们派个人过来，有捐款，是共产党的捐款。好的。开个收据吧。好。开个收据吧。那我抬头写什么呢？抬头写新华日报社吧。不，抬头就写中国共产党。好的。云南省龙云主席令：滇缅公路耽误不得，各县县长务必努力，3个月内完成任务。逾期未完，自带手铐来昆明受审。请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县长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这绝对不是开玩笑，各村寨的路段都已经分配好了，请各位一定要帮忙，努力完成县里的这次任务啊！啊，县长，我听说修公路是要动用外国机器设备的，那些机器在哪儿啊？没有机器，只有这个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那上头给我们多少钱呢？没给钱，还是只给了这个。这怎么行？这怎么行啊？这不胡闹吗？开什么玩笑？钱也没有，机器也没有，让我们用手指头抠啊！这事儿我们干不了。对，干不了。乡亲们，乡亲们。我也知道这个事难办，可是上面发下来的铐子在这儿，龙云主席的指示也在这儿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如果完不成任务，我这个县长就要去昆明受审呐！县长，手铐是给县长你的，跟我们大伙儿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们就是啊，不是我们不肯帮忙啊！你想一想，阿坝那条小土路，我们修了10年都没有修好。现在要我们3个月修成滇缅公路，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就是啊，修不了啊，这干不了的事儿啊，我们不干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老祖司，带奶去，回去。回去干。县长，托斯大人，各位乡亲，听我说，龙主席号召大家修滇缅公路，不是为了云南，
王县长派工派火，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呀，这是为了抗战。我们只有把公路修通了，把国外的军事物资运到国内，运到前线，我们才能打败日本鬼子。大家平常不是说要抗战吗？这筑路就是抗战呐！对呀，不然我们家都没了。就是，这就是抗战。对，为了抗日，我们是不该讲条件。你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干？说吧，说吧，怎么干？我们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吧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我们现在就回去，动员各村寨的百姓，自带粮食，自带工具。就是没有国外的机械，没有钱，咱们用手刨，也得把路刨出来。好，刨出来，对，刨出来，一定要修路。县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就这么办。县长，乡亲们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王锡光在这里替政府跪谢了。县长，小王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没有，应该是这里没有错。哎，段总工程师，段总。哎，段总，嘿，段总，陆副局长，段总，哎呀，你好，哎呀，陆副局长，你这裤脚还要扎紧点儿，这山里啊蚂蟥多，要是不小心钻到你的裤裆里，那滋味可就……哎呀，段总，你是留美的高材生，又设计过滇黔公路，依你的经验。我们眼前这座崇山峻岭之中，该怎样才能够设计出一条公路来？坦白说，滇缅公路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困难。它的主干道基本上是在横断山区中穿越的。它不仅要翻越云岭、怒山、碧螺雪山、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，还要跨越澜沧江、怒江等5条大江。地形复杂，气候恶劣，施工的难度实在很大呀。是啊。哎呀，我现在啊根本不敢想象这施工的难度。光是勘探、测量、设计就已经困难重重了。你看，我们一路从下关来到这里，沿途80%是崇山峻岭，其中50%是坚硬的岩石。这584公里的主道，起码要修建200座以上的桥梁。龙云说，3个月的时间能够修好滇缅公路。哼，依我看，3个月。就连砍树割草的时间都不一定够呢。陆副局长，你是上海人吧？我是江苏人，之前在上海读过书，所以你不明白乡下人的吃苦耐劳。我是云南白族，从小就了解这大山和这山里的人。我相信啊，云南的老百姓一定能够让你看到一个工程史上的奇迹。你好，幸会。你看，乡亲们都来了，那咱们现在应该干点什么呢？先砍树、除草，把这几十里的施工场地啊清理出来。都听见了，小伙子们，上山砍树，其余的人都清理藤蔓。等一等，咱们砍下来的树啊，留着做杠杆；砍下来的藤条呢，都编成绳子，咱们修公路用得上。好。哎，你来工地上做什么呀？来干活呀，我会烧水、做饭，还会砸石子、铺公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10里8乡的乡亲们
都来了。我们自带干粮，自带被褥，自带工具。你们走到哪儿，我们就跟到哪儿。不修通公路，我们绝不回家。绝不回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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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代表政府，谢谢大家了。滇缅公路沿线近30个县，先后大约20万人，被各县国民政府以劳工名义招募到筑路工地上。这些人中，很少看到青壮劳力，青壮男人大都应征入伍了，能看到的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各种各样的民族，各种各样的语言，各种各样的口音，各种各样的服饰，靠着肩扛手凿，在世界上最崎岖的山区，修筑一条上千公里的公路。你不照看店里的生意，跑到这里干什么？我想参加华侨技工队，回国效力。回国？你疯了！国内正在打仗呢。可国内需要有人开车，需要卡车司机啊。国内需要的东西太多了，孩子，抗战需要捐钱呢，我们就捐钱；需要捐物，我们就捐物。但是上战场去当司机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你喜欢开车呢，家里的16辆车全都给你。你自己开一家运输公司怎么样，孩子？父亲，你不知道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就是。同胞们，自从抗战爆发以来，咱们南洋的华侨那是出钱出力，总共捐款2000万元，捐物那更是不计其数。我们已经尽了极大的努力，但是抗战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。这一次又到了咱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。这是一封刚从祖国发来的10万火急的求援信，信上说，他日寇封锁了咱们中国的海路，大批的抗战物资滞留在海外。咱们国内的云南省有20多万的老弱妇孺，硬是靠着肩扛手搬凿出了一条滇缅公路。这可是一条抗战救国的生命线呐！同胞们，有了公路，可是国内目前缺少汽车，更困难的是没有汽车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。大家说怎么办？我们华侨参加华侨技工队，回国抗战！回国抗战！陈会长啊，我已经辞掉了模拟公司的工作，决心带一批修理器具回国参战。文松啊，你是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走了，家里怎么办呢？顾不了许多了。祖国是我们华侨的根，我们的根呐！国亡了，根也没了，我们哪儿还有家呢？我们是模拟汽车公司的员工，我们报名参加华侨技工队。陈会长，我是百洋服装厂的老板，我不会开车，但是我愿意捐献给所有归国技工每人1套中山装，2套短便装。雨欣橡胶厂捐献1辆卡车，每人2双胶鞋。万隆百货送每人1条毛毯，还有毛巾、脸盆、热热乎。
陈会长，这是华侨技工队的部分报名表。哎呦，不少啊！是啊。哎，白雪娇，你怎么把你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？陈会长，您忘了，我也会开车的呀。哎呦，你可是个女孩子啊，怎么可以随便离开家呢？陈会长，我是个女人，但我也是中国人。我是依恋家的，但是破碎的祖国更让我挂念和热爱，所以我一定要回国的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就回去准备吧。好。同胞们、朋友们，我亲自带着你们回国，我们一起报效祖国。回国效力！陈会长，我向咱们华侨技工队捐献16辆汽车，我再把我唯一的儿子也交给你，让他去滇缅公路开车、修车，就算替我报效祖国。报效祖国！报效祖国！报效祖国！来，使劲儿！我们脚底下现在就属于滇缅公路的路段了，可是通没通，我还真的不清楚。咱们这次亲自走一趟，心里便清楚了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罗斯福总统得知滇缅公路修筑的情况，他也不相信是真的，所以才派我来。不好意思，前面路不通了，我们下车走走吧。好的。哇哦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是啊，这滇缅公路啊，是我们遇到的最难修筑的公路，特别是西段到下关的路，不但高山急流很多，而且海拔起伏也极大。哦，你们用的是什么机器，可以这么快地完成如此艰苦的工程？我们没有机器，白城人墙用手挖。你也看到了，他们这些窝棚根本没法阻挡风雨和疟疾，可他们硬是用双手挖出了这条伟大的公路。用双手，而不是用机器，这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。来，辛苦了，喝点水，喝口水吧。继续来。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，我没有看错吧？哦，中青年啊，都去前线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嗯。太了不起了，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奇迹，很伟大，难以想象，对吗？是啊，
这奇迹是用20万各族劳工的血汗和数千具骷髅造就的。每段路上都有为这条公路捐躯的白骨啊！太震撼了。陆副局长，你是王锡光？对，王锡光。王县长，你变得这么黑呀！你不叫我，我真的不敢认你啊！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，汇通桥已经快铺通了，要不咱们去看一下？去看一下。走啊！好，好，走。不是爱你过，因我一到我，莫咋莫去追我。来，沈先生，请用餐。好。现在是条件有限，不能盛情款待，请沈先生谅解啦。姜委员长客气了，等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们有机会把盏言欢。好。抗战以来，我华侨同胞是捐款捐物，给国内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药品、棉纱、汽车等物资，而且还成立了华侨技工队，真的是令人感动。委员长，我们出的钱可不是用来招待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出钱是为了抗日，如此铺张不合时宜。但沈先生是东南亚的华侨领袖，我们理应如此盛情啊！沈先生，此来还想去其他地方了解一下战况吗？如果交通方便，想去下西安。西安之后呢？如果方便，想去下延安。可以。不过，我听说延安的医院里没有什么伤员。委员长的意思是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一是他们的伤员好了就上前线，在二码，也有人讲他们没有和日本人打，而我是不可能相信的。啊！这什么车呀？是哪个国家生产的？你知不知道？
是煎饼子吧？是啊。对啊，这是吧？对呀。哦，这么大呀，看着就好。见过。好。主席，这台车是英国工业者约翰先生通过宋庆龄先生捐给国际和平医院的。车内呢有几张床，有冷热水，同时可以治疗几个病人。啊，车里啊自带发电机，还有无影灯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好东西啊！这个车啊是从英国上传的，是在香港组装的。宋先生知道咱们八路军急需药品和毛毯，主席都在后面的车上呢。宋先生可谓是雪中送炭呐。我们得感谢他。走，走。对了，主席，我来的时候，宋先生让我给您带封信。杯水车薪呐，宋先生，这可不是杯水车薪，可真为是一片冰心呐。是啊，是。南阳的陈先生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，陈先生上午在抗大，现在应该在医院吧？这样，你去找一下陈先生，告诉他我想请他吃个饭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后面看看，走。他们说这可以让百姓昭明，万邦协和。事实是什么样的呢？完全不是这样。万邦共和せしめると言っていますが、事実はどうでしょうか？完全に違います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，它不仅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而且也让你们日本国民饱尝了苦难。现在，在你们国内，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觉醒了，纷纷起来反对战争，在太行山地区成立了日本觉醒同盟支部。在延安也要成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代表大会，大家一起起来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对战争。日军弟兄们，你们可以想一想，在这场战争中，我们本来可以是很好邻居的中日两国人民。现在你们却像强盗一样闯进邻居的家里、朋友的家里，烧杀抢掠。你们想一想，这能够达到万邦协和吗？你们再想想，在这场战争中，我们两国人民都付出了很多很多，中国人民在受难，你们本国人民，包括弟兄们，你们自己也在经受苦难，这能够达到百姓昭明吗？报告，主席，陈嘉庚先生来了。好，快快有请啊，请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炕上坐吧。来，炕上很舒服的呀。毛先生，那我就试试。哎，坐。陈先生啊，现在是延安最苦的日子了。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呐，但是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呀。和老乡啊买了一只鸡，实在是不成敬意呀。而且最近日军飞机又来空袭，
我们的电厂也给炸坏了，窑洞里啊有点暗，还请陈先生多担待哟。不，毛先生，这里有光明。哎，那我们就吃饭吧。啊，好，好。国際情勢に基づき、西側の戦場ではドイツ、イタリアが快走しており、陛下は焦っておられる。何としてもシナ事変の解決を急がねばならん。次に、河北は今や戦地ではなく治安区である。したがってここの中軍は85万から50万に削減し、削減した30万は義勝戦に投入する。あそこは重要だ。派遣軍が義勝に侵攻する決意に変わりはない。義勝を落とさなければ家中の解決はないし、また家中の解決がなければ東南アジアへの道は開かない。欧州はすでにドイツ、イタリアのものだが、我らはどうか。第11軍を増員いたしましょう。日程を決めてほしい。はい。思い上がって敵を侮っている。总司令，总司令，敌人就要打过来了，这里太不安全了，请撤到安全的地方。苏联顾问、伤兵和文艺兵都撤了吗？全部都安全撤走了。这我就放心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军人除了保家卫国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就是忠诚，忠诚于国家，忠诚于民族。是啊，司令取自近臣，意思就是竭尽自己所有的热情、热忱和忠诚。自七七事变以来，司令被人诬陷为汉奸，身体和精神上备受煎熬，所以司令每次战斗都是抱定必死的决心。在临沂，如果我牺牲了，那正好是以死明志。可是我没死，而且我们打胜了，我们打败了百元师团，我也就没什么必要明自己的志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杀敌。我的遗书也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司令，总司令，好，这样死了好，死得光荣，对国家，对民族，对长官，我心里踏实了。马副官，在，集合队伍，快，上！谷子在。把我的枪拿来。是。
在其后的追悼会上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张自忠敬致悼词。张自忠上将之殉国，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，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，尤其是在抗战接近胜利而渐为过于往常之时，更需要这种精神，不动摇，不妥协，咬紧牙根，牺牲一切，以度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。1940年5月21日，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，40万英法联军被围逼至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，等待撤离。5月26日晚18时57分，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。上千艘各色各样的船只前往敦刻尔克，运送英法联军撤离。直至6月4日，总共有33万人撤回英国，其中英军约21万人，法军约9万人。敦刻尔克撤退后，法国形势危急。为了歼灭盟军在法国的兵力，德军于6月7日突破卫刚防线，直逼法国首都巴黎。意大利趁火打劫，投入32个师，从背后向法国发动进攻。6月10日，法国政府放弃首都，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。次がここ。そっちも進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。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。ドイツは120師団が出兵。一月足らずで仏国は降伏。そして6月10日、イタリアも宣戦布告を行いました。我々は一体何をグズグズしているのですか。そうなんですね。なぜ我々はドイツ人と手を組む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すか。英国に宣戦布告すれば奴らの植民地に入れます。そこには石油、ゴム、鉄バンド、ススなどがありますし、しかももし仏領植民地を攻撃できれば、インドシナは重慶との海上の通路が遮断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、英国、仏国ともシナへの援助ができなくなります。これでシナ問題は一挙に解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。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米国が黙っていないと思います。ドイツと日本が手を結べば、米国もそう簡単には動けません。問題は我が政府があまりにも軟弱であることです。なぜ次々と内閣が交代し、なぜ真に世界を理解し、真に日本の命運を考える人がいなくなるのだ。そうだ。米内閣は必ず潰すべきです。先生、高橋だ。気をつけ。大臣閣下に敬礼。諸君、私東条英機は光栄にも陸軍大臣を拝命され、責任の重大さをひしひしと感じている。任期中に必ず中国問題を解決し、党は新秩序建設のため全力を尽くす。今ドイツ人が欧州で猛烈な攻勢をかけているが、これはアジアまた日本にとって絶好の機会である。大臣閣下は
三国同盟の調印に賛成でありますか？日本はシナ事変を解決した後、南進でしょうか、それとも北進でしょうか？大臣閣下、ドイツは英国本土に上陸するでしょうか？まずはそちらの質問から答えよう。上陸は不可能ではないが、相当難しい。ドイツの強みは海軍でなく空軍である。もし英国に上陸するなら圧倒的な有利とは言えない。ドイツの装備の多くは陸地での電撃戦用大型装備で、これらを搭載する特殊戦艇もほとんどない。さらに英国海岸の特殊な地形に軍事要塞、これらはドイツ人にとって大きな障害を感じるはずだ。どうして大臣殿はそんなことをご存知なのですか？陸軍大臣だからだ。陸軍大臣にも役立たずがおりました。目の前にいるこの役立たずも、君の年の頃は駐ドイツ大使館の武官だったからな。巴黎沦陷后，日军占领法属越南，日军胁迫法国签订军事协定，迫使法国贝当当局同意日军进入红河以北地区，并将河内、海防、金兰湾让给日本。三战区啊，在皖南、苏南集中了10几个师，处处挤压我们，限制我们的发展。是啊，我也认为新四军在江南发展比较困难，在江北发展好一些啊。就拿彭雪枫来说吧，他的3个连已经扩大到了12个团，李先念的部队也从几百人扩大到了9000人呢。在斗争中求生存，在斗争中求发展，这是我们一贯的方针。我们的力量壮大了，就会有人看不惯，要搞摩擦。但是我们只有坚持发展，给摩擦者以反击，才能够巩固自己，克服困难。反摩擦是对反动派和投降派的斗争，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促进分裂，而是为了防止分裂，是巩固、团结、统一和坚持抗战的最有效的办法。所以中央对新四军提出的向南巩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的方针，就是要求我们在斗争中求团结，打开抗战的局面。向北发展，意味着新四军的主力将由皖南、苏南渡过长江，到江北去。我建议由1支队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1、2支队，寻机向苏北转进。这又是一次长途的奔袭啊！我请求派2支队副司令员苏玉同志做我的副手。好啊，你做元帅，我做你的先锋官啊！果然是臣不离粟，粟不离臣呐，双剑合璧。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祝你们挺进苏北，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，坚持抗战，最终胜利，最终胜利。德国的暂时胜利啊，又使日本掀起了又一次战争的狂热。这对东方战场的日本法西斯是个刺激，他们不会停下来，他们想让中国政府投降，所以啊，他们加快了打宜昌、占重庆的动作，甚至还宣称要攻打西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能够在抗日方面有所成绩的话，那么对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的勇气是大有好处的呀。主席啊，前方的同志们也是这么想。那好啊，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？有啊，根据我们所知的情报，日军在关内的总兵力有70余万，其中大同、北平就占了20万。
而在华北呢，日军司令官多田骏从1939年到1940年1年期间，就建了2740个据点，每个据点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，伪军一个排，大约100人左右。光是这些据点就占了27万。彭老总，您请看。我们这一线正面的日军，包括3个师团的全部，2个师团的2个连队，5个独立混成旅团，1个骑兵旅团，共25万人，150架飞机，还有15万伪军。40万。打就等于拖住了40万的敌军，打就是对正面战场最好的支持，打就是对世界人民的贡献。向军委发报，报告我们的作战方案。是。郝老总，哦，向英啊，来，如果要打，我觉得就在正太路、同蒲路北段这2条路已经成了日军向南扩展的大动脉。你看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板垣中将。私も多司令官の意見に賛成です。シナ事変でどこが重要かというと、私は個人的には河北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、河北の要は共産党の軍隊です。共産党軍がいることにより赤色政権があり、この政権があることにより、それに従う民衆がおります。これは危険極まりないものですぞ。各位が東京の大本営に送った戦況報告では、河北44の県城すべてに我が軍は政権を樹立し、紀州における共産党根拠地は分裂したと書いてあるではないか。共産党は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。共産党の特徴は集中しようと思えば瞬く間に集中できることです。私どもの調べでは、共産党の軍隊どもは多分30万から50万、またはこれ以上だとのことです。大げさに言うな。河北のこと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。絶対に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。共産党も君らが言う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。今年夏秋以来，日本法西斯利用德国横扫欧洲，在英美无暇东顾之际，企图加紧解决中国的问题。他们在军事上发动了枣宜战役，对重庆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，又在政治上对某些高层人士频频诱导，使得国内尤其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人的悲观妥协思想日趋严重。何社长，哟，副参谋长，我也写了几句，你看行不行？哟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，日寇正囤积重兵，实施以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，企图不断缩小八路军的抗战空间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反击，给敌人以
当头一棒。副参谋长，写的真好，当头一棒。只要你觉得可以就行了。副参谋长，这次大反击咱们出动多少部队啊？等仗打起来你就知道了。不但你知道，还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加进去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啊，师长，您讲几句。好，我来说几句。同志们，从整个中国讲，日军侵略咱们中国，占领的土地是大半个中国呀。南北纵长，从大青山到广西边界，约6000多公里；东西宽，从山海关到宜昌，约4000多公里。那么日军维护他们的占领区，必须依靠现代交通。所以日寇也讲，只要保证了交通，灭亡咱们中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人们讲打蛇打7寸，我们打他的交通，就是打在了他的7寸上。刚才刘师长讲得很好啊，很深刻，也很通俗。政治部也提出了一个口号，很形象，我看很好。破坏敌人1公里铁路，就等于消灭日军1个连；拆毁1根铁轨，就等于缴回1挺机枪。破坏敌人的铁路，就是要让敌人用脚和八路军赛跑，用牛车和马车来拖炮弹和大炮。对，这就是破坏敌人要害了。对啊，这个是可以砍掉。对，是。同志们，小平同志说的对啊，我们就是要让战士们知道，这一仗不给日本人留下1根铁轨，不留下1根枕木，不留下1颗道钉，不留下1根电杆，不留下1米电线。哎，我这是几个不留啊？5个。陈刚，你记住，老刘，这次有5个不留。好，说得好。这一仗关系到我们1294的生死存亡，要打就打好，打不好我就换指挥员。回去以后，大家要按刘师长的部署进行战斗动员。是。蒲总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吧。发布吧。是。现在发布战役命令。本次战役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，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，以致基本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。战役部署：1. 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，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，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东段。2. 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赴总部炮兵团1个营，破击平定至榆次段正太线，破坏重点为阳泉至张敬镇段。3. 贺关集团因破击平遥以北同蒲线及分离公路，破坏同蒲路部署，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，阻敌向正太线增援。4. 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梁、西营地区。班长，参军1年多，我还没遇到过今天这么大的阵仗。你还别说，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。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最大的行动。
是吗？那可要好好打，给咱们团露露脸。你呀，把脖子伸直点。现在咱们班露个脸再说。战役打响之后，如期拿下娘子关是这次战役的关键。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啊。37年的时候，日军攻占娘子关，动用了不下2个师团的兵力。现在，虽然那里只剩下1个中队的日军和不到400人的伪军，可那这攻势十分的坚固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池田中队调出娘子关。调出来？对，就是在破袭战开始以前，把池田调出娘子关。池田太君，有情况，有情况啊！李尊长，不要慌，慢慢讲。什么情报？程家楼方向来了好多土八路，有多少人？多少人不知道，但是村子里已经住满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太君，太君，有情况！太君，情况八路的情况啊！太君，有情况，八路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太君，有一支八路军刚从我们村子走。你为什么不走报告？我被他们关起来了。他们住了哪里？程家垄。太君，确实是程家垄。誰だ？東東海警備隊？何？八路軍を発見しただと？分かった、すぐ行く。全員集合して定家楼に向かえ。拿下娘子关的关键，就是我们的几路纵队能否按时到达指定位置。还有，把池田切断在娘子关外，不能让他回娘子关。报告，池田已经出来了，不是400人，好像还多。我们攻打娘子关的部队现在到哪儿了？已经进入阵地。同时，左路纵队、右路纵队还有中央纵队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别跑！站住！